大家好，我是杰奇，欢迎来到专利洞察。全世界超过95%的国际通讯流量都是靠海底电缆在传输的，其余只有不到5%来自卫星通讯，但通常只用于偏远地区、军事、紧急备援或航海、航空用途。最近的新闻常常有海底电缆被不明船只剪断的新闻。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网路线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线哦。没有网路到底要怎么活？那这些埋在深海的海底电缆到底是怎么被切断的？我们今天透过解析专利技术来了解到底是怎么切的。这件专利是来自丽水学院，目前还没核准。专利名称是拖曳式海底电缆切割装置及其电缆切割方法。首先介绍最关键的切割锚，可以分成几个重要部位哦，每个部位都有它的功能。首先拖函室之一，它的功能是连接拖船的铁链与整个切割锚，在这里还安装了一个拉力感测器。主杆室之二是整体装置的骨干，主要用来承载结构、传递拖力。翼板室之三，这张图是俯视图哦。这个设计很关键，它能够稳定整个装置在海底的姿态，确保拖曳时其中一个锚钩一定会维持垂直，准确刺入海底沉积层。导铁室之四，用来引导电缆准确进入切割刀的位置，并防止电缆卡在主杆与锚钩之间造成干扰。切割刀室之五，它的形状是机字形，当电缆一旦被勾住并导入切割刀口，就会因施力产生的剪切力完成切断动作。最后是锚钩室之六，它就是用来勾住埋在沉积物中的电缆。拖船会先抵达电缆所在的海域而位置选择上，拖船与电缆之间的水平距离必须大于水深的3倍。举例来说，如果水深是100公尺，那拖船就必须从距离电缆300公尺以外开始行动。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是根据几何与力学角度来考量的当拖曳距离够长，才能让切割锚以适当的角度斜插进入海底沉积物。如果距离太近，拖曳角度就会变得接近垂直，锚钩就很难刺入海床，不容易勾住电缆。位置确定后，就可以将切割锚放入海中，让它沉入海底的表层沉积物中接下来，拖船会垂直于电缆的方向前进，开始横向拖曳切割锚，让切割锚沿着海床拖行。同时，拉力感测器也会开始读取张力数据这时候，切割锚会进入工作姿态，透过双翼板的这个导流设计，即使拖曳方向变化，都能保证至少有个锚钩会维持垂直插入海底沉积物当锚钩穿入沉积层，就有机会勾住电缆。同时，旁边的导铁也会引导电缆顺利进入切割刀口，也避免卡在主杆或其他机构之间。当电缆被成功勾住后，拖船继续前进，电缆会在导铁的引导下，自动滑入成机字形的切割刀中。随着拖曳距离增加，切割刀开始对电缆产生越来越大的剪切力。这时候拉力感测器的数值也会明显上升，反映出电缆受到的阻力正在增强一旦电缆被彻底切断，原本持续上升的拉力会瞬间下降，在感测器的曲线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断点讯号，这就是工作人员判断切割已完成的重要依据拖曳完成后，拖船会回收切割锚，同时检查切割刀上是否有铜屑残留。因为大多数海底电缆内部都是铜线结构，若刀片上出现铜屑，就能进一步确认电缆确实已被切穿这项专利的系数核心在于整个流程完全依靠拖船的牵引力，结合机械结构设计来完成，不需要任何电力装置。无论是深海、沿岸还是不同类型的船舰只要有拖曳能力的任何船，就能使用这种装置来完成切割任务。此外，透过拉力变化判断与铜屑残留确认，还能达成双重切割确认，大大提高任务的成功率与安全性也就是说，只要利用到本专利成本相当低且对于船只相容性相当高的切割锚，即可以切断建设和维护成本都极高的海底电缆我们可以来思考如何防范海底电缆被非法切断方法一，加深电缆的掩埋深度。根据专利的说明这个锚钩一般只能置入海床约10到30公分的沉积层。如果将电缆埋设至 0.5 甚至1公尺以上，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降低被勾住的风险？当然埋设成本将会进一步上升方法二，加装防护管或护套对于高风险的一些区域例如靠近陆地、港口、电缆的交界点等等可在电缆外部包覆这个坚硬的防切结构例如钢制的螺旋护套或高强度的这种纤维编织层，即使遭遇切割，有机会来抵抗刀片破坏方法三，布设伪电缆或诱导线材，是不是可以在重要的区段附近部署这个假电缆或诱导线，造成误判目标或提前暴露它的意图，达到干扰延误攻击的目的方法四，加装侦测与反制装置，比如说在电缆内部嵌入感测元件如拉力感测器、振动感测器等等。一旦侦测到这个异常拖曳或切割行为你就可以及时的触发警报，然后或者是通知这个远端中控中心，甚至搭配无人水下载具进行反制或追踪好了，这篇专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有其他想法欢迎在留言处留言我是杰奇，解析专利带你秒懂创意。谢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次见，拜。